3章节编织作品的技巧。另一种起针方法，用推针板推出想要击织的针数到臂位。这里我们推出20针，机头移动1个来回，使击针的针舌打开。再用推针板将织针推到地位。拿起修改针，选择合适的大小。将线从张力卡槽取出，用手将毛线打一个活结，打开针舌，将这个活结套在修改针前端，将活结收紧，将针线从左边第1根针下方穿过，从左边第1针与第2针的空隙处穿出来。接着左手拿起毛线，右手将修改针往前推，使活结越过针舌后面针柄的位置。右手向后拉动修改针，使针舌继续往下拉动修改针，这样就起好了一针。接着修改针往后退1针，从第2针与第3针的缝隙向上推动，使针舌自动打开。接着左手挂线，修改针向下退，这样起好了第2针。多重复几次。起针时始终保持在织针的针舌上。还剩最后1针的时候，将修改针和线圈往上提，最后1针穿入最后1针的针舌中，将线从倒数第1针和第2针的下方绕过，穿入机头的卡槽中。将起针的锁针往后拉，越过针舌，
用推针板将针目推到臂位，拉动机头系一行，左边拉住起针的线，这时候用爪锤或者重锤挂在织片的第一行处，继续来回推动机头编织。这种起针方法类似于手编织的铜线锁针起针法，适合将起针的边作为底边来使用。编织作品的技巧，接下来介绍在编织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学会的几种编织手法。剪针的方法，用1圈针进行剪针，在织物两端剪一针时，在织物的两端剪一针，用1圈针将第2针移至第1针上面，再同时将这2针移至第2根织针上，将第1根织针推回到 A 位，这样就剪掉了1针。另一端同样的方法，这就是在织物两端剪一针的方法。从织物两端往里剪针，适用于编织领口、袖子以外时使用2针的剪针。将1圈针同时套在第1、2两根织针上，将它们移到第2、3两根织针上，将第1根织针推回至 A 位，这样我们就剪好了2针。另一端的方法相同。这就是在织物两端往里剪针的方法。2针以上的剪针，对于2针以上的剪针，我们必须从线头部位开始剪针。一针一针剪针可以从不是线头部位开始。
用移圈针将第二针移至第一针上，同时将这两针移至第二针上，然后将第一根织针推回至 A 位，将第二根织针推至 D 位，将线绕在针舌上，拉动织针推至 B 位，这样就完成了一针减针。接下来重复刚才的动作编织。另一侧的方法相同，我们将机头移至另一侧，这就是2针以上的减针方法。加针的方法：加1针，一针一针加针的时候使用移圈针，将最边上的织针推出1针到 B 位，
用移圈针把线圈推出，移至刚才推出的支针上，然后再把靠边上一针的线套在空出的支针上。另一边用同样的方法，这就是加一针的方法。2针以上的加针方法，一定要从线头部分开始加针，把需要加的针从 A 位推到 D 位，从里侧向外加针。最后一定要把线放在最后一针的下面。螺塞尔杆拨到平针编织 II 位置编织一行，这样左边的加针就完成了。右边的加针方法与左边相同。这就是2针以上的左右的加针方法。螺纹编织，编织门襟、领子、袖口等时使用螺纹编织。螺纹编织一般密度盘要调小2格，如果编织衣服用6，我们编织螺纹用4。接下来我们用废线起针，先将要编织的针目推至 B 位，拉动机头1个来回，将所有支针排列整齐，再用1格1的推针板将第2根支针推至 A 位，开始编织。取出编出板，将线头挂在编出板上，将 A 位上的最后1根支针推至 B 位，将行数计归0。现在开始编织。我们编织10行，这时我们的机头在右侧，将废线剪断，取出我们要编织的线，
将密度盘调小2格，调至2的位置，拉动机头3行，将取针线挂在编出板上，用1圈针将第3行的线圈挂在第1行上面，将所有支针推至 B 位。接下来继续编织15行。我们从机头的左侧开始编织单螺纹，将修改针插入第1行编织线的线圈里，将第2根织针推至 D 位，再推回至 A 位。然后我们用1圈针将线圈挂在第2根织针上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1针。我再演示一遍，大家注意看，将修改针穿入编织线的第1个线圈，将第4根织针推至 D 位，再推回至 A 位。这时线圈从织针上脱落，拉开线圈，
接下来用1圈针将线圈挂回至织针上面，再将织针推回至 B 位。接下来我再演示一遍，将修改针穿入编织线的第1个线圈，将第6根织针推至 D 位，再推回至 A 位。这时线圈从织针上脱落，我们将线圈拉开，用修改针将每一个线圈一一挑起。再用1圈针将线圈挂到织针上面，再将织针推至 B 位，这样我们就编织好了3针单螺纹。接下来的方法与刚才相同。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，将所有的针目全部变为单螺纹针。我们编织好所有单螺纹之后，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进行平针编织。这时我们要将密度盘调大2格到4的位置，因为我们的平针编织密度比单螺纹要大，所以我们要调密度，将它调大2格。接下来继续编织。大家看，这就是单螺纹编织与平针编织。